喜儿，你们在哪里呀？启真。哦，安华，你回来了。你肚子这么大了啊？喂，启真，我这一去了大半年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过得还好吗？挺好的，大姐她很关心我，也很疼我。是吗？可是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憔悴啊？怎么了？你告诉我，你心里一定有事，对吧？究竟是什么事啊？郑家带着喜儿离开青铜了。他们去了哪里？我不知道，大姐说她会帮我去找的。可是我好怕，我真的好害怕，我真的好担心他们父子两个。你别胡思乱想，喜儿福大命大的，她一定会平平安安的，没事的。可是你放心，我再派几个人出去找，我答应你，就算秀妍再怎么反对，我都一定把喜儿接过来住。我不要再看到你因为思念孩子而受到折磨，相信我。我看看我们的孩子，宝宝，他在动啊！他在动吗？是啊。二太太，翠儿，你别进去了。杜夫人来了，说要见二太太。杜夫人，你别进去打扰二太太了，我去见她。杜夫人，坐。杜夫人，你找齐真有事吗？对不起，我能当面跟她说吗？不好意思，齐真今天不方便见客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是一样的。既然这样，那你请转告齐真，她的儿子喜儿在我们家。喜儿在你们家？我不该来打扰的，但是为了孩子好，有些话我不得不明说。杜夫人，你不妨直说。是这样的，喜儿呢，她有爹有妈，却不能待在他们身边，孩子的性格难免有些偏差，实在很难管教。这倒是。还有，你也知道云山跟齐真过去的关系，现在孩子在我们杜家，难免遭人议论，也让云山和我实在感到很为难。杜夫人，你的意思是？我希望齐真能把喜儿接到身边，一来可以化解他们母子的相思之苦，二来孩子跟着妈妈也不会学坏呀。对不起，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你不愿意接纳喜儿？杜夫人，说句坦白话，齐真快生了，她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管教喜儿。我认为这件事情你应该跟喜儿她爹说，而不是来我们薛家找齐真。翠儿，到我房里拿200块钱给杜夫人。是。等等，你给我钱干什么呀？杜夫人，麻烦你了，帮我们好好照顾喜儿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我今天来完全是为了齐真好，为了喜儿好。杜夫人，你对齐真的好意，我替她谢谢你。但是齐真现在已经是我们薛家的人了，我希望她能够割舍过去，安安心心的在我们薛家待产。我的意思，你明白吧？这事应该问过齐真才对，你还是让我见见她。翠儿，送客。是。杜夫人，您请。齐真，对不起，为了安华，为了保住我的家庭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对不起。小姐，燕窝凉了，我再去热一下吧。不必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啊，姑爷。啊，雪妍，你刚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？什么事啊？安华，你不在家的这段时间，我一个人撑着这个家，我真的觉得好累。
我千盼万盼，终于把你盼回来了。可是结果呢？你一进门就想着奇珍，一点都不顾虑我的感受。秀妍，对不起。我不要你说这些，我只想知道，在你心里面还有没有我的位置？你是我的妻子，在我生命中，你的位置谁都无法取代啊。是吗？那奇珍呢？你们两个青梅竹马，你们有10几年的感情，而我才跟了你8年。安华，我怕，我真的很害怕。秀妍，对不起，我是很担心奇珍肚子里的孩子，所以才会忽略了你的感受。我以后会注意的。注意，安华，我不要你在我面前还得小心翼翼地过日子。我们是夫妻，你在我面前应该毫无掩饰才对啊。我们曾经无话不谈，曾经交过心，不是吗？是。秀妍，我确实是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职责，我很抱歉。你给我一点时间，等孩子出生了，我一定会弥补你的。好，我等。希望你说话算话。喜儿至今下落不明，大姐也不知道托人找的怎么样了。我是不是该去问问她？哎，传宗，小心！哎呀，你怎么喝成这个样子啊？别扶我！你慢点啊！没醉，我没醉，你别扶我！哎呀，传宗，小心啊！我给你倒杯水。怎么了？大晚上喝成这个样子？来，喝水。一身的酒气。来，再喝一杯。你要小心肚子里的孩子。我这辈子是没法让梦瑶怀孕了，所以你一定要替薛家传宗接代，让我妈没有遗憾。不，你还是别生了。梦瑶说，要是你生了的话，那我的财产就没了，姐他们会把我赶出去，那我就当不成我的少爷了。哎呀，这不会的，你姐她那么爱你，她怎么可能把你赶出去呢？我知道我姐爱我，可是赵安华呢？姐是他的老婆，姐能不听他的吗？姐看他比看自己的命还重。你们误会安华了，她根本不像你们想的那样。不用替他说话了，你和我姐一样，都是他的女人，你们当然要帮他。我想你也知道，安华，他为什么入赘薛家？那是因为他迫不得已，他是为了救我，所以他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。哦，就因为薛家有钱，所以大家就先入为主的认为他是为了贪图荣华富贵。你们这样对安华也太不公平了。入赘一个富贵豪门，被人家用有色眼镜看待，这是很正常、很正常的。他刚进门的时候就应该做好了这种心理准备，没有什么好抱怨的。安华要是真的想霸占你们薛家财产的话，他早就做了。可是他到现在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安华凭着他制油的手艺，他已经把薛家的香油发扬光大了。至少，你们薛家现在御用香油是最赚钱的项目之一吧？安华也算是为你们薛家闯下了半壁江山，他对薛家是有贡献的。你听我说，赵安华当初遗弃你，入赘薛家，可你现在还是替他说好话，我只能说你心地善良。可虽然你说的头头是道，可是他终究摆脱不了贪图荣华富贵的嫌疑。他之所以没有动手，不是因为他不想，而是因为我姐跟梦瑶看得太近。否则的话，谁知道现在的薛家油坊
是不是只剩下个空壳子？你们对安华的成见真的是太深了。日久见人心吧。其实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财产，我只要不求吃，不求穿，能够随心所欲的过我的日子就够了。只是梦瑶对没有孩子这件事总是耿耿于怀，她觉得没有孩子就没有钱也没有权。我真的好烦啊！传宗，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。你喝醉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来，我扶你，我扶你啊。说真的，你能替薛家生养孩子，我不知道是该恨你，还是该感激你。我没醉。你要当心啊！快点，快点！传宗，当心啊！你才该当心点！你可怀着薛家的希望。我知道，我会当心的啊！慢点啊！梦瑶，我们要迎头赶上。你要再不怀上，就来不及了。我们要为薛家生个孩子，生个孩子。被他发现了，怎么办？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，一定要先下手才行。想不到梦瑶真的和梁超有暧昧关系。唉，为什么偏偏让我撞见？梦瑶偷人，犯了7出里面最重的一条，要是让秀妍知道了，肯定不会轻易饶过她。梦瑶一定会难逃被休掉的命运，甚至薛家是地方望族，梦瑶还有可能会因此丧命。齐真，我已经派人四处打探，应该很快就会有喜儿的消息了，你别太担心了。来。对了，安华，这梦瑶一直都没有身孕，你能不能帮传宗想想办法？传宗叫我做什么，我都可以帮忙。但是，那是他们夫妻间的事，我怎么帮忙啊？我们可以遍访名医啊。梦瑶一直都没有放弃，一直给传宗补身子，什么偏方秘方，传宗也没少吃，可也不见有什么效果。我想传宗的身子已经被抽大烟给搞坏了。也是啊。他说，他不在乎家产。在乎的是，他没有办法为薛家留后，感觉愧对过世的母亲。可是梦瑶不这么想，她没有一天不在打家产的主意。传宗惧内，还是会被牵着鼻子走的。其实我觉得梦瑶也挺可怜的。她嫁进来之前，她是有意中人的，是薛家用了手段。所以她才不情不愿地嫁进薛家。嫁进来吧，如果传宗争气也还好，可是她偏偏是个大烟鬼，所以梦瑶才想要霸占家产，好做靠山呢。对了，你温州那边准备的是不是差不多了？是啊。那你们准备派谁过去打理呀？还没有人选。怎么了？你有想法？你觉得那个梁超，他可不可以胜任这个职务啊？梁超？他是我们的二师傅，如果他去了，我们怎么办？还有你，还有传宗啊。再说了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
梁超的那些徒弟啊，现在也应该可以担起担子来了。你怎么突然间对游房的事这么关心啊？别想太多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孩子。好了，我们休息吧。啊。安华，我看你还是去大姐那边睡吧。不要赶我走嘛！好久没有见到你了，让我留在这里陪陪你，好吗？安华，你出去这么长时间，大姐很想念你的。那你不想我啊？哎呀，你就别让我难做了，好不好？秀妍难为你了？没有。我感觉秀妍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她以前宽宏大量，还是她逼我娶你的。可是现在呢，她居然吃你的醋。唉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她也不知道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啊，她才把我引进门。女人就是这样，一旦感觉有威胁了，自卫的本能马上就会跑出来了。你也不要怪她。我在秀妍的身上已经发现她母亲的影子了，这让我还是有压力的。安华，我觉得……好了，别说了，我真的很累了，让我睡吧。啊，季真，你也睡吧。哎呀，可是……哎呀，启真，哦，我给你端补汤来了。记住了，睡觉之前一定要把它喝完，这样对你和胎儿都好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大姐。安华睡了。哦，刚睡，我叫他。不必了，我来就好。安华，不是我不愿意让你来奇珍房里，只是她身怀6甲，实在是不适合跟你同房。安华，你听见没有啊？你快起来呀！算了，别叫她了，让她好好休息吧。你也早点休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大姐，哎，大姐，我有话想跟你聊聊，我可以进来吗？大姐，也真是难为你了。你好不容易把姐夫给盼回来了，结果你还是要独守空闺。没这回事，是我让安华过去的，你别又想说三道四了。大姐，我是真心同情你。其实，我和你是一样的，你也知道传宗的情形。我嫁给他，不就等于是守活寡吗？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比别人更加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大姐，过去都是我太不懂事了，常常为了财产跟你闹得不开心。我现在才明白，这姐夫毕竟是个入赘进来的外人，齐真又是他的小妾，要是他们联合起来欺负我跟传宗，大姐，你就是再想保护我们，你也斗不过他们2个人啊！我现在才终于明白妈说的，你跟传宗是血浓于水的亲姐弟，薛家是绝对不能分家的。大姐，我们毕竟是一家人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别哭了。有姐在，你放心。姐是不会让任何人欺负到我们薛家头上的。我知道姐会保护我跟传宗，可是姐事情忙，有很多看不见的死角，你也是没有办法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这个家会有谁这么大胆，敢跟你过不去？
就是刘奇珍。他最近有一些行为实在是太过分了，有事没事就监视我，盯着我的房间看，把我当成贼一样。有这种事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有的时候你去忙别的事，一些工人来向我请示油房的事情，刘奇珍那一对眼睛就滴溜溜地盯着我看，一副抓不到把柄就誓不罢休的样子，有的时候还对我冷言冷语的。以我对刘奇珍的了解，她应该不是一个多事的人吧？别说你不相信，我也不相信。不过后来我想想，有一个可能。快说呀！姐夫他一向对我有成见，他怕他去温州这段期间大权旁落，就安排眼线来盯着薛家，好来对付我。所以，这最佳人选就是刘奇珍了。你别把安华说成这样，安华不是那种有心机的人。除此之外，我也不知道刘奇珍他为什么要监视我，没准儿他也在监视大姐你，只是你不知道罢了。大姐，如果有一天刘奇珍她突然说出什么惊人之语来重伤我的话，你可千万要心里有数，不要随便相信她。我怎么会是一个耳根子软的人呢？那就好，大姐，毕竟我们才是最亲的，别人都隔了一层。好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你早点回去休息吧，啊？嗯。大姐，我说的话，你好好想想。那我回去了。奇珍，有没有打扰到你？没有，有事吗？你就快生了，生孩子很辛苦，我特地熬了补品给你补一补，将来生孩子比较有体力。不了，谢谢你。我刚刚才喝了大姐炖的燕窝，我现在喝不下去。我们之间没什么过节吧？还是你瞧不起我？你是堂堂的薛家少奶奶，谁会瞧不起你呀？那你为什么不肯喝？还是怕我给你下了毒？我跟你无冤无仇的，你应该不会下毒才对啊。你心里面真的是这么想的吗？昨天晚上你送传宗回房的时候，不是都撞见了吗？唉，梦瑶，既然你把话挑明了，那我就直说吧。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呢？我知道，你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嫁进薛家的，可是传宗呢，他对你可是百依百顺的。你这么做对得起传宗吗？我也是一时犯糊涂，我知道错了。其实我早就后悔了，只是梁超他一直都不肯放过我。只要你立场坚定的话，就一定可以摆脱他的。只是包不住火的，没有永远的秘密。你想想，这件丑事一旦让传宗知道了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呀？你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了吗？我要是告诉别人的话，你还能坐在这里和我聊天吗？谢谢你。你先别谢我，梦瑶，我要把丑话说在前面。如果一旦让我知道你和梁超还有任何瓜葛的话，我就会毫不留情面的把你的这些事情全部都揭发出去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如果你是真心想悔改的话，我会帮你。其实我已经想办法让梁超离开薛家，到时候你就不用再担心他会一直缠着你了。你要把他开除？我哪有那个权利啊？我只是建议安华把梁超调到温州去管理分店而已。谢谢你为我想得这么周全。
汤快凉了，你快趁热喝了吧。我真的喝不下。我亲自煮的汤你都不肯喝，可见你还在防着我。那你刚才说的话都是谎言了。哎呀，不是这样的，要不这样好了，你把汤先放在这里，我一会儿再喝。哎，你要真想放过我，就把它喝下去。哎呀，我真的喝不下去。你要我相信你，你就喝给我看啊！我真的喝不下去。你喝呀！我喝不下去呀！哎呀，流血了！快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救命啊！二太太流血了！快来人帮帮忙啊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啊！救命啊！二太太流血了！姑爷，您找我？哦，是啊，坐吧。哦。梁超啊，你当上二师傅有多久了？回姑爷的话，快满7年了。哦，那也应该可以独当一面了吧？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是认为，把你留在这里，当我的二手是委屈你了，对你不公平。您是想赶我走？别急别急，你先听我说。温州的分店很快就开张了，我想派你过去。一来呢，可以让你一展所长；二来，我可以培养你掌管分店。他到底是何居心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姑爷都已经决定了，我也只好听命了。那就这么决定了。你回去准备一下吧。是。分明就是怕我偷学你的技术，故意把我调走。哎，少爷，你现在越来越熟练了。你让开！哎，你干什么？这是？梁超，怎么了？你姐夫要把我调去温州，他要把你调到温州去？恐怕以后我不能再为您和少奶奶效命了。赵安华怎么会突然把你调到温州去？他是什么用意啊？难道少爷还不明白？我一直是为你们这一房效命的。赵安华早就看我不顺眼了，才会用这种明升暗降的方式把我调走。可恶！少爷，您千万别为了我跟赵安华动气。他掌握着经营大权，你斗不过他。掌握经营大权？他就是当了皇帝，江山也是我们薛家的。薛家油坊不可能变成赵家油坊。少爷，赵安华，有什么事你冲着我来？你干嘛要对付梁超？少爷，您千万别为了我一个下人起争执。走开，这没你的事。你为什么要把他调去温州？这一切都是为了业务上的考虑。什么叫业务上的考虑？你明知道梁超是油坊的二师傅，不可或缺的左右手，你把他调走，这怎么办？这件事我自有打算，你不用操心。叫我不用操心？你的意思是，最好我什么都别管了，任你胡作非为就对了。我不想跟你斗气，都去工作吧。你别走，干活吧，干活吧。跟我把话说清楚。川宗，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不要逼我。我逼你又怎么样？打狗还得看主人面子，你拿我的人开闸，根本就是针对我。你今天不给我一个交代，就别想走。你们两个这是怎么了？安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姐，梁超在薛家油坊干了6、7年，一向尽忠职守，没有犯错。他现在把他贬到温州去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我吗？调到繁华的温州独当一面，这是好事，是升调啊，这怎么是下贬呢？再说了，薛家油坊一向都是安华在管理，他有这样的安排，自有他的道理，你就不要再胡闹了。姐，你现在什么都护着他，由着他率性乱搞，总有一天把薛家油坊给搞没了，你就后悔莫及吧。传宗，你说话小心一点，安华不是那样的人。姐，好了，梁超不去，难道还要你姐夫在那里常住吗？那我们这里该怎么办啊？小姐，小姐，不好了，二太太摔倒了，流了好多血啊！惨了，这下祸闯大了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姐夫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我都吓死了。七珍怎么样？她还好吗？她不好，产婆说她动了胎气，胎儿早产，母子都会有生命危险。小姐，你怎么照顾二太太的？二太太有什么事情，我饶不了你。
小姐，我早上伺候二太太吃完早餐，她还是好好的，怎么一转眼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？你们别怪翠儿，是我好像熬了补品给奇珍补身子，是她不领情，她转身就走，所以奇珍不会不通人情的，一定是你又说了什么，让她受不了，是不是？我冤枉，我真的没说什么，是奇珍她一直看我不顺眼，我真的是好心没好报啊。好了，你们不要选择在这个时候争吵了。里面奇珍正受着苦呢，现在责怪谁都没有用啊。现在最重要的，就是祈求奇珍他们母子平安。安华，来。老天爷，我求求你，保佑奇珍平安地为薛家生下孩子。求求老天有眼，请你把所有的苦难都加在我身上，别再让奇珍受苦了。秀妍，生了，我当爹了，太好了，我当爹了，薛家有后了。产婆，我夫人怎么样？母子平安，有惊无险。二太太生了个小少爷。谢谢，谢谢。小少爷，这下我完蛋了。奇珍，奇珍，奇珍，哎呀，谢天谢地，你没事，太好了。奇珍，谢谢你帮薛家生了个儿子，谢谢你。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抱一下，来，我的孩子，妈妈抱，宝宝，妈妈抱，小心点啊。乖，乖宝宝，妈妈在这里呢，乖。宝宝好乖哦。气死我了！你说怎么办啊？薛家总算是有后了，终于有人替我传承薛家的香火了。你傻呀！那个小野种身上流的，又不是你们薛家子孙的血，他有什么资格来替你传承香火？少奶奶说的是，少爷，要您这房生了孩子，那才能称得上是血统纯正的薛家子孙呢。哎呀，何必计较这么多呢？我乐得轻松，没什么不好啊。乐得轻松，薛家的产业眼看就要落入张安华那个外人手上了，你两手空空是轻松了。薛传宗，那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打包袱走人，出去当个逍遥的乞丐去啊！哎呀，事情没那么严重，薛家又不会分家，你怕什么呀？这个死脑筋怎么硬是转不过来啊？人在人情在，妈在的时候，他说不分家就不分家了。现在妈不在了，谁还记得他说的话呀？未必他心似我心，你有情，他未必有意呀。我出去走走啊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鬼混？事情还没发生，你就在这担心，你不是自找麻烦吗？日子啊，别过得这么苦，活在当下。当你个头啊！我当下过不去了。要怎么做随便你。梁成，你留下来，帮少奶奶想想办法啊！啊，好。薛传宗，死到临头了，你还不知道？你简直麻木不仁！少爷给我们机会，我们应该好好把握才是。你也是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想这个？快帮我想想办法！你放心，我已经想到一个好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来吧！现今秀妍一房二太太奇珍喜获麟儿，薛氏家族得以香火承传，福泽绵延。依据老夫人的遗嘱，端此宣告：薛家的事业经营大权归秀妍和安华拥有，但是务必切记，薛家永远不能分家。秀妍、安华，你们夫妇必须善尽照顾传宗之责啊！老太爷，您请放心，妈的话我没有忘，我和安华一定会谨守妈的遗言的。哎，传宗啊，你有意见吗？我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怎么，
你对你婆婆的遗言还敢有意见？你别说了啊！我怀孕了。啊？怀孕是大事，为什么一直没有听你提起呢？我也是这2天才确定的。老太爷，我孩子身上流的可是薛家独苗薛传宗的骨血。现在情况有变，我们的财产是不是应该重新分配？为了公平起见，立刻请大夫来。如果孟瑶真的怀上了，那这件事情还要重新评估。你用的是缓兵之计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以傻得来这招？现在陈叔去把大夫请来检查，我看你一会儿怎么下得了台！我真的怀孕了，你怕什么啊？孟瑶，大夫来了。大夫，请。怎么来了2个大夫？哎呀，这下可要闹大笑话了。糟糕，没想到老太爷这么贼，一下请了2个大夫。梁超打点的也不知道是哪个，这下真的要完了。哎呀，恭喜是喜脉，少奶奶怀上了。真的怀上了，太好了！程叔，给2位大夫加倍的出诊费。帮我送送他们。好，2位大夫，请。传宗啊，恭喜你啊！孟瑶，我替我们薛家谢谢你，你真是我们薛家的好媳妇儿。大姐，你别这么说，我担当不起，只要以后你别怀疑我就好了。 2位大夫都一起证实了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怀疑呢？我会跟老太爷讲清楚的。只要你替我们薛家生个儿子，薛家油房的相关营生，我一定会听妈的遗愿，交给你们2夫妻的。谢谢大姐，好好休息吧。姐，你说这野种怎么来的？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的还会是谁的？我们心里都清楚，我哪有本事让你怀孕？你行，最近你的状况比以前好多了。真的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忘了，就是那天晚上你喝醉了酒。哪一晚啊？就是奇珍送你回来的那一晚啊。那天你一开门，就像发了疯似的，缠着人家又亲又抱的，然后你就……真的？我那天晚上行了？还说呢，你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。原来我可以的，我不是个没用的废人。慕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让我的人生圆满了。我要当爹了，我终于可以当爹了。我要当爹了，我要当爹了，我要当爹了，我要当爹了！谢谢你的配合，这个是少奶奶给你的红包。哎，谢谢。其实少奶奶也是多此一举，因为她确实怀孕了。是真的吗？有没有弄错？哎，薛家同时请了2位大夫来诊断，周大夫也证实少奶奶确实是怀孕了。哎，没有错的。哎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竟然弄假成真，这孩子究竟是我的，还是少爷的？不，我要找他问个明白。哎，来，吓死我了！幸亏你聪明，同时买通2位大夫，否则我就死定了。你不会有事的，你真的怀孕了。我怀孕了。是的，刚才大夫亲口跟我证实的。梁超，看来老天爷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。梁超，我要做妈妈了，我好开心，你开不开心啊？我有什么好开心的？孩子的爹还不一定是我呢。你怀疑我？梁超，
你怎么可以怀疑我？你不可以，你不可……我当然可以怀疑。你每个晚上都陪着薛传宗睡在同一张床上，我就不相信完全没事。你知不知道，每次我只要一想到你陪着那个薛传宗睡在同一张床上，我的心就像火在烧一样。你知不知道？传宗那个大烟鬼躺在床上根本就是废物一个，何况我跟了你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让他碰过我。梁朝，相信我，这孩子是你的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真的，真是你的。我要当爹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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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我不喝了，太油腻了，我吃不下。不行，这是花生炖猪脚，你吃了才有奶喂孩子，孩子才能长得更好啊。你听见了没有？这是秀妍亲自督促厨房炖的，不要辜负了她的心意啊。对了，你想到给孩子取什么名字了吗？还没想好，还在想呢。要不就叫宝儿吧。宝儿。哎，宝儿，我们的宝贝儿子，这个名字不错，谢谢大姐。是不错。算了，我只是随便说说的，还是改别的吧。不用改了，宝儿好啊，薛家宝贝嘛，真是名副其实啊。宝儿好，宝儿。怎么了？他怎么哭了？怎么哭了？大姐，让我来抱他吧。你刚生产完，应该多休息，还是让我来带他吧。给奇珍抱一下吧，不碍事的。哦，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别哭了，吵到二妈休息了。宝宝乖啊，宝宝肯定是饿了，妈妈带你去找奶娘啊。不哭了啊。宝儿近在咫尺，却抱一下都不行。另一个喜儿不知道现在怎么样，他究竟到哪里去了？之间，谁偷走了黑夜，让心情如此难眠。虚幻的风拂过秋叶，仿佛是你的流言。隐隐约约，耳边话已走远，怅然中只剩思念，烟尘往事如水中月，虚幻缥缈于人间。女人心难测难懂又难分，能为爱舍弃如花般的青春，宁愿手牵